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高古玉，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就是我说的，无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好多老先生，我打字您的，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国，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的电视上，你都有一说一嘛。你怎么看这个玉璧？这个玉璧的，我自己的年份是哪的？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呢？都很老了，清吴立光的吴三阳。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青色，这是什么？这是玉自带的发色，它是自己发色，自己带的自己。他们在模仿的时候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吗？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靠近了看一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我们在入土或者是有水渍什么水银沁土沁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被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呢再去进行琢磨。第一，您说这个光切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盘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着不好的地方，第一，它这个边缘咱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犀利的。这种犀利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干脆。古人的脑子里他不是跟我们现在说照着那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修贺的，这他心中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不对。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钻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点这个肉，咱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给人很绵软。再一个呢，咱看上面这字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搓出来。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而现在制作一块玉璧，用心的去做，也用不了个10年8天就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1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它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那种光学，它是截然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脱去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的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样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您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当哪能买？带着文字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的高古玉，这么远来的，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不会去这行大为少，关键是您这么远来的，我这车怎么都200块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200块钱，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藏友为了一块玉，可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那你能接受得了吗？那我